一帮废物，连寡人的夫人都看不好。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寡人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请大王息怒，是青儿的过错，未能照看好夫人，与其他宫人无关，请大王降罪。青姑娘，大王都还没有说话，你倒先认起罪来，莫非是心里有鬼，还是厉夫人教你这样说的？大王，上回厉夫人便是私自出宫，难保这回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来。也许她会跟她的那位大师兄出宫玩去了。以微臣之见，还是将这些贱婢关押起来，严刑拷问一番。大王，大王，臣与韩侍卫听闻厉夫人失踪，就马上赶了过来。青姑娘，诺，你们进屋之时，被子就已经在地上吗？是，青儿未曾动过。禀大王，如若和夫人上一次出宫相比，这一次确实未有察觉。大王，这把短剑是我师父留给厉夫人的，若是厉夫人私自出宫，必会将它随身携带。寡人知道这把剑的来历。寡人不相信，他会就这样不辞而别。微臣敢以性命断定，夫人是被奸人挟持的，请大王允许我出宫调查。可是什么人能如此轻易入宫，就带走夫人？此人能够轻易入宫，还能将怀有武功的夫人强带出宫，说明此人定是江湖高手。大王，若是此人速度极快，便可在2日内将夫人带离秦境。韩侍卫此话是否断言太快？大王，臣以为此事未必如韩侍卫所说。李忠，你随即带2000虎贲军在城内搜索，再派3000虎贲军去城外寻访。No， 韩申，寡人同意你出宫寻找，但是有任何消息，务必向寡人报告。诺。寡人倒要看看，谁有这么大胆，敢偷走寡人的嫔妃。韩侍卫，太子殿下，宫中出什么事了？为何这么多虎贲军要出宫？厉夫人失踪了。什么？推测是被奸人挟持，微臣正要出宫去搜查。太子殿下，时间紧迫，告辞了。等等，这是本宫的信物，你带着它去安邑找个人，那人或许能帮上忙。此人是谁？本宫的侧室田光先生。韩申在此谢过。田光先生，田光先生，金少侠，出什么事了？大人受伤了，我得替他疗伤，请您拿一下金疮药。好，你快去吧。好。
天光先生，景少侠，来坐。景少侠，兰儿姑娘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替她上了药，这几日再找个名医帮她看看伤口，应该并无大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来，吃点东西。好。景少侠，老夫与你多日不见，发现你身上有不少变化，可遇到过什么事情吗？哦，多亏田光先生近几年的照顾，金科鱼才，终于修得了师父遗下的剑谱，不辱师名。这么说，你已经练成了葫芦剑法？哦，还不算完全练成，算是略有小得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真为公孙大侠感到欣慰呀。倘若你师妹有知，老夫多言了。田光先生，田光先生，师兄，田光先生，韩少侠，田光先生，韩少侠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我师妹丽儿失踪了，因为出宫毫无征兆，我怀疑她是被奸人挟持了。公孙姑娘被劫。大王特许我出宫调查，这是太子殿下让我带给您的信物。他说，先生或许能助我一臂之力。看来太子殿下很重视公孙姑娘啊。就算是太子殿下不派你来，老夫也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啊。丽儿入宫多年了，按理说，在江湖上应该没有什么恩怨，怕就怕是宫中各势力斗争，有人利用了这些武林高手来危害丽儿。若是江湖之人，倒不难找，但是和宫中之争有关，老夫担心公孙姑娘有性命之虞呀。此事刻不容缓，我即刻联系几个线人，一有情况马上告知于你。有劳先生了。秦王的女人丢了，还要派你来找吗？师弟，韩少侠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好事，你师弟已经练成了葫芦剑法。我那位老朋友公孙大侠总算可以闭上眼睛了。我不多说了，我去写信。你们师兄弟慢慢说话，啊。师弟，你练成葫芦剑法了？韩大侠，不，我现在应该称呼你韩侍卫。你现在是秦王手底下的第一走狗，出趟宫还得得他旨意。秦王丢个妃子，派个几千黑旗军不就找到了？师弟，师妹被奸人所劫，对方来路不明，可能要取她性命，你不担心吗？那个女人已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还是那么固执。师弟，要不是丽儿和秦王谈条件，你能活到今日吗？要不是为了让你专心练剑，他有必要牺牲自己进宫吗？对，他牺牲自己，他和秦王甜甜蜜蜜生了孩子，好伟大的牺牲！以金师兄的性情，若他知道他自己的亲生骨肉还在秦宫中，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，也要把孩子救出来。你我又非常清楚，
外人想要潜入秦宫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，更何况是要救出一个孩子。如若我们能把他拦住，见不到自己的孩子，岂不是让他生不如死？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荆轲。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丽儿真的是为了你好。哼！这次他要是有个万一，不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你也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转告田光先生，我会在安邑客栈等他。告辞。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已经好多了，不用担心我。刚刚你伤得很重，我必须给你换药，所以……我知道，谢谢你啊。刚才你跟韩大哥的对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不打算去救丽姐姐吗？我知道，我没有办法劝你。可是上次丽姐姐出宫，我能感觉到，虽然你们相隔千里，但是她对你的关心一日都没有减少过。也许她真的是有苦衷，就像韩大哥说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俩也是师兄妹一场。可有线索？回大王，臣派出的虎贲军在咸阳近郊至秦境，不眠不休搜索2日，然而并没有任何发现。我爷爷的短剑，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以后你可以带着它防身。大王，将此剑还给我，是全然已经信任我的意思吗？当然，丽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丽夫人，你果然有几分姿色，但我怎么没看得出国色天香呢？把齐王弄得神魂颠倒的。你个臭婆娘！谁指使你们的？我在秦宫从来不涉及朝廷党政，只是一个亡国故人，为何要来抓我？丽夫人，你可真是单纯呐！正因为你不属于任何一边，但又独得大王恩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你不是他人想拉拢的对象，那么你就是别人消灭的目标？如今这骊姬已是自身难保，
谅他也顾不上韩非了。哼，夫人，这回您给我李斯出的主意简直是太高明了。哼，这个骊姬向来桀骜不驯，置身事外，又有私自出宫之先例。如今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不见了，任谁都会以为他又是自己跑出宫了。尽管有韩申和李仲在一旁帮腔，大王也无法断定他是被外人所掳。哼，臣派出的高手绝对会做的一丝痕迹都不留，到时候就说他染了什么疾病，或者说是暴毙而死，根本就无法追究。大王即便再怎么舍不得，想必也只能是当做一桩冤案结了。夫人，您这一招实在是非常之高。唉，死在野外，正好适合她这种野丫头的身份。她既是野人嘛，那宫里还有个小野种。夫人要不要想想该怎么处置？那倒是不急。没了母妃的公子，就像断了羽翼一样，以后有的是功夫对付他。以前本宫就是心太软了，总以为大王虽然宠爱骊姬，但是心里也会给其他妃嫔留些位置。但是现在我发现了，大王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我贵为楚国公主，远嫁至秦，受到的竟是如此冷遇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骊姬那个女人。今日我便要让她知道，她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公孙俪，没想到有日你还会落到老夫的手上。夏侯婴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哼，如今天下纷乱，各国情势难料。公孙羽既得了个魏国统帅的虚名，我夏侯鞅为何不可以效力于当今最强盛的大秦国？为我丹鼎门谋些好处呢？哼，还想跟我爷爷相比？你差太远了。你要不是大人要你的命，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杀你。说不定把你留着，还可以将荆轲那臭小子引出来。谁指使你的？哼，夫人。你助谁，又爱谁的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你还想不明白吗？李斯，总之有人希望你永远从秦宫消失。哎，为何师傅抓了这公孙俪，却没有按大人的意思把他给杀了？师傅留那小贱人是为了引出荆轲，逼他交出葫芦剑谱。等师傅拿到了剑谱，连公孙家的大弟子在内一个不留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！说，公孙俪在哪儿？你是何人？我就是你们说的公孙家的大弟子韩申。哼，就这点功夫也敢出门，真是给公孙家丢脸！师弟们，给我上！师弟，给你个机会，说出公孙俪所在，我不杀你。快说！慢着，地图在我这儿。
小心！师弟，小心有埋伏。豹爷，你是打不怕，还是不怕打？你明知打不过我，还在这等死。荆轲，别以为你学了2招三脚猫的剑法就天下无敌了。江湖大得很，别小瞧了我们丹顶门。是不是三脚猫功夫，一试便知。快说，公孙丽在哪？谢，你耍我！他们就在谢贤轩，往前5里。走。师弟，你先去救师妹，我来。左右为难，使得怎么样？我早就该知道这是个陷阱。嘿嘿，你对公孙丽可真是一往情深呐！没想到秦王的虎贲军再怎么厉害，手脚也不及你快。有种你放开我，咱们实打实正面交战。哼，葫芦剑法说到底其实就是高明的暗杀术，就算老夫答应跟你打，也算不得正式对决。更何况，这刀口的肥肉，你觉得老夫会舍得放开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？当然是你身上的葫芦剑法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脉门已被我扣住，理应不能运功，这又如何能？夏侯鞅，仔细看清楚。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布置有蹊跷，而且每番你都喜欢扣人脉门，我只不过施了一点防范小计罢了。很好，汉杀的公孙羽倒是教出个精明的徒弟。
不准你侮辱我师父！你师父本来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、不知变通的蠢驴，你找死！给我上！师妹，靖师兄，赶紧追！是。别让他跑了，快追！快，快，快！找什么呢？上！多谢你们师兄弟准备的渔网，好好享用吧。放开我们！师兄，你怎么知道这有渔网？找个地方避雨吧。嗯。师弟或许已经救到师妹了，因此引出这些丹顶门的家伙追捕。但愿他们没事。卫尉大人到！陈礼仲参见大王。厉夫人之事可有线索？回大王，韩申带来消息，在函谷关附近有厉夫人的消息。陈已派虎贲军四处搜查。李仲，你马上去准备一下，寡人亲自去寻。诺，大王。师兄，你为何会来救我？大师兄出宫来找你，到天光先生那里打听消息，我便知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大师兄呢？他人在哪儿？
我们被丹顶妹那些匪贼围攻的时候，他牺牲自己，让我先去救你。那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没事。坦白说，如果不是因为大师兄，我不会来救你的。请问他待你好吗？师兄，你是不是练成了葫芦剑法？我方才看出来了。还不算完全练成。狼儿他陪我在嵩山待了半个月，我为了带他出山，所以我必须练成。原来一直都是兰儿妹妹在陪着你，那我便放心了。兰儿妹妹她是一个好姑娘，看得出来她很喜欢你，有她陪着你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她是个好姑娘，我会珍惜她的。你们俩若是在一起，我也会替你们高兴的。外面的雨好像停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就这样吧，我已经没有资格关心他了。他恨我比较好，这样他才能全心过今后的日子。师兄，你和兰儿一定要幸福。师妹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次有劳大师兄费心了。有劳师弟了。带他回去吧。师兄，谢谢你。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。走吧。期许了蓝色的心愿，竹林间，落叶光似线，细数着时光的今天，却转不过。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我们生同情，死同血。嬴政从小身边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心待，他也没有可以自己完全信任的人。红尘是非，我为嬴政生了一个孩子，我要回咸阳。识得情，你看我目光，也是我在你心里，嬴政终究比我重要。
上仪给昌平君的药都安排好了吗？回夫人的话，昌平君每日会服1帖安神汤。咱们买通的人已经将药送入府内，此药毒性甚强，只要服下，绝技很快会死。只要昌平君一死，照计划，李斯必能取而代之。这么大的人情，这往后啊，这李斯还不得对我言听计从了吗？夫人英明。大人，我们的人传来消息，楚夫人要对昌平君下手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拿楚夫人害昌平君的药除掉韩非，这就是他在大王面前进言伐赵的下场。那9眼琉璃珠可派上大用场了，这叫借刀杀人，又叫一石二鸟之计。既可杀了韩非，又可嫁祸给楚夫人和李斯，想想都觉得害怕。大王会如何处置他们？还有，这件事儿你要亲自去办，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。是，这个奴才知道。大王，再往东去就要出函谷关了。此去军塞5道有数条，臣建议还是向虎贲军下达通缉令，这样能尽快找到厉夫人。然一发出通缉令，说明寡人断定丽儿是私自出逃的。臣明白，但是时间耽搁得越久，臣担心厉夫人会越危险。大王，你看，停！丽儿，大王，我回来了。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大王，我的事过后我一定会向大王一一道明，但眼下最要紧的是韩非先生的安危。此次我被挟持出宫，我已经知道幕后肯定是有人操纵。大王一定要相信，韩非先生他绝对是无辜的。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大王，韩非先生，他声名远扬，绝无叛秦之心，骤然入狱，大秦此举恐不能服天下。大王，韩非先生这次一定是被奸人所害，望大王能够回到朝廷中，将韩非先生释放出来。大人，您的安神汤已经准备好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先生，老奴来看望先生。哎呀，先生如今身陷囹圄，备受折辱啊！
想当初入秦之时，就是再怎么才高心傲，都已成过眼云烟了。如今大王恐早已忘了先生。先生如欲早日脱离苦海，此有一法。当下先生如若愧对韩国，以身殉之，或许还能留个尽忠服过之名啊！大王到！韩非先生，大王来看你了。把门打开。诺，我去叫人。韩非先生，传太医。诺。大王，若要一统天下，必以法治国，大王必能超无敌。齐三王、韩母。先生，韩非先生。这就是寡人最致命的弱点：猜疑、妒忌、寡恩、冷酷。因为寡人的弱点，害死了韩非先生。大王，民间有句话说：“事无咸鱼，棒随玉制。”大王这段日子十分宠幸韩非先生，没想到却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。这不是大王的错，只是有心人利用这一点谋害了他。丽儿，你说是谁谋害了韩非先生？臣妾以为，琉璃珠乃南楚上等珠宝，非王族不可拿到，而宫中南楚王族只有楚夫人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此事与他必定脱不了干系。说的有道理。那你被挟持的事与他有关系吗？你说挟持你的人是丹顶门的夏侯鞅，他到底是为谁做事的？竟然这么大胆，在寡人的王宫中横行霸道。若也是楚夫人安排，寡人绝不轻饶。臣妾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楚夫人所为，或者应该说，不是秦宫的女辈所能办得到的。夏侯鞅在挟持我的地方，与我交谈中，曾经不小心说过：“谁指使你的？”你助谁，有爱谁的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你还想不明白吗？
所以应该不是楚夫人做的。那你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？我还不能确定，只是大王不觉得这一切都极巧吗？首先，有人诬陷韩非先生入狱，接着夏侯央挟持我出宫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厉夫人曾去探望过逆臣韩非，厉夫人毫不避嫌地私下探望逆臣，把大秦利益和后宫安危视为无物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如今厉夫人又私自离宫，臣妾是担忧，厉夫人在外与逆臣串谋，会对我大秦不利呀。若真的是他们两个，寡人绝不轻饶。妹妹此次历劫，大王愁了几日，食不下咽，夜不成寐。所幸平安归来。说实话，虽然本宫知道妹妹有武功在身，但也是为你担忧了好几日呀。让姐姐操心了。这几日，妹妹不在宫里，宫中谣言四起，有人说妹妹再度擅自出宫。也有人说你与外臣勾结，其实你知我知，最有可能构陷妹妹的人就是楚夫人。只可惜我们没有证据。近日，楚夫人与廷尉走得很近，廷尉大人居心叵测。若是没有利益的事情，是绝对不会沾边的。楚夫人定是与他谈下条件，不知道私底下又会做些什么勾当。楚夫人和廷尉大人同出南楚，若是他们只是护卫乡仇，倒也没什么奇怪的。妹妹，你觉得韩非先生的死会不会跟他们有关联？其实这2日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。廷尉大人虽是与韩非先生同窗，但是廷尉大人妒忌韩非受大王重用，因此以存韩之事来构陷韩非先生入狱，再借此机会命人送去毒药，说是大王赐死。但仔细一想，这件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寻常。如何不寻常？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夫人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景良人他死了！什么？夫人您慢点，眼下这情形，本宫怎么缓得下来？景良人怎么平白无故的死了呢？哎，那是祖太后宫里的吴凤仪。凤仪参见楚夫人。哎，本宫不是已经找人去通报，说我要亲自去见祖太后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正是因为得到了通报，凤仪才特别前来告知，夫人近日不要入宫了。为什么？祖太后最近身体不适，需要调养。太医说，祖太后应该静心休养，安神。最近一段日子不接见任何人。这怎么行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出了多大的事情？本宫必须亲自向祖太后说明事情的原委，要不然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谁替我做主啊？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。就是夫人您现在冲进华阳宫，祖太后也见不了您。太医为了让祖太后舒适些，这段时日一直让祖太后睡得很沉，所以夫人，您还是回去吧。那夫人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
太医，请留步。啊，夫人。太医，景良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啊，惠夫人，微臣方才初查，景良人面色乌黑，应是中毒身亡。中毒？啊，这究竟什么人要毒害他？太医，景良人他中的是什么毒？惠夫人，微臣还不太确定。微臣初至时，发现良人的身体抽搐不停，呼吸时吸不上气来，面色逐渐乌黑而亡。可能是有人下了一种含有藜芦的毒药。藜芦？是，这藜芦乃是一种野草，前些年常见于两军对战时，有人将藜芦用于士兵饮用的河水之中，以此来削弱敌军的实力。微臣没想到的是，会有人将此药用于宫中。两位夫人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有劳太医了。究竟是什么人这样恶毒，居然这样残害景良人？大王到！臣妾参见大王。大王，今日您宴请群臣，可群臣不知何故抗旨未到，这成何体统？该当何罪？今日宴请，寡人就请了你们。来，过来说话。诺。韩非先生所著二丙一文，寡人有些不记得了。你给寡人背两句听听。明主之所导，至其臣者二丙而已矣。二丙者，行德也。怎么说到韩非先生，你竟然和他一样，有些口吃起来了？中常侍大人，韩非先生写给韩王的那卷帛书，是否交由您来保管？可否借本宫一看？敢问厉夫人，为何要看那卷帛书啊？那卷帛书的真伪，攸关于韩非先生的清白。如若不是韩非先生所写，就可以证明韩非先生并无与韩王私通之心。大王，臣妾请求重新审阅帛书。如今韩非先生已经故去，还有必要检验这帛书吗？楚夫人，7国文字各有异同。韩非先生出身于韩国，如若说这卷帛书是韩非先生所写，他要去给韩王写一封密信，那韩非先生在这卷帛书当中，应该是用韩文，还是用秦文？这个，或许夫人认为，韩非先生的这封密信，应该用楚文去写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是楚文？昌平君，臣在。昌平君出身于楚国，又在大秦多年，阅历甚广，对7国文字皆有涉猎。再加上本宫出身前卫，对于魏文和韩文略有所悉。不知大王可否准许，由昌平君和我一起去审阅这卷帛文？若这是大王的旨意，臣自然奉陪。赵高，臣在。把帛文拿出来。诺。
斯，你说说，这宫中除了你，还有谁会谋害韩非先生？大王，大王，臣发誓，天地良心，臣虽妒忌过韩非先生的才华，但曾经是同窗，多年以来惺惺相惜，臣怎么可能加害韩非先生？望大王彻查此事，揪出逆犯，为韩非先生之死昭雪。厉夫人，这帛文上的字，是不是更近于楚文？先让昌平君说吧。昌平君，您看法如何？启奏大王，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跟楚文相似？楚夫人，您这么快便断定，难道您先看过这卷帛书？本宫的意思是，我也是楚人，可以帮忙一跃。拿来给本宫看。楚夫人，该不会韩非先生喝的毒药，就是你给的吧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跟本宫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你做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王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与韩非先生素无冤仇，为何要加害于他？请大王明辨黑白，彻查真凶。跟不跟夫人有关系，摊开来说便是。赵高，在韩非先生的牢中，发现了这个。经中常侍和永相令调查，这是南楚的琉璃珠。敢问，这是不是你的？这琉璃珠为何会落在牢里？大王，宫里也有其他楚人，他们也能拿到琉璃珠啊！一派胡言！这琉璃珠是你们南楚上等的东西，只有王族才能拿到。那么你告诉寡人，在这宫中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拿到？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宫人们都已经招认，赐毒的就是楚夫人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你却还不承认。况且，太医也跟寡人说了，这毒药和赐给景良人的药，里面都加有藜芦。这么巧的事，你说，若你能一字一句证明这琉璃珠和你并没关系，寡人便信你。楚夫人，你已经让景良人滑胎了，为何一定要置他于死地？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没有杀他。近来夫人做的龌龊之事，实在令寡人心寒。你别以为寡人不知道，厉夫人被绑出宫之事，也是你干的。寡人只是找不到证据，无法定罪而已。大王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这琉璃珠是臣妾给韩正使的，那信也是韩正使拿出来的。对，就是韩正使害的，是韩正使要加害于臣妾。这朝堂之上，还有谁不知道韩长史听命于你？若不是你指使他，区区一个小长史，岂有如此大胆？你说，你还有何事要说？你与李斯串通，还想把责任推给别人？李斯，你还有何事辩驳？禀大王，臣惶恐，臣只是妒忌韩非受大王重用，但臣发毒誓，
臣绝对没有毒害韩非先生，臣真的没有。你们说不是冲着韩非去的，那你们告诉寡人，是冲着谁去的？是冲着寡人吗？臣不敢。大王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楚夫人因构陷韩非先生，诛杀来国客卿，被贬为4品良人，逐出昭德宫，带走。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。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大王，廷尉大人。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卷帛书里面到底写着什么吗？这帛书，并非以楚文所写，明明是韩文，是韩文。我何时说过这卷帛书里面写的就是楚文？是你们自己疑心作祟。可想而知，廷尉大人并未看过这卷帛书。当初构陷韩非先生的时候，倒是言之凿凿啊。厉夫人，原来是你在设局。如若不是我设局，怎么能套出你说的话？本宫不过就是利用你的心虚，让你自己认罪罢了。李斯，你还有何事要说？老臣冤枉，臣冤枉大王，大王，臣真的冤枉。李斯与楚夫人勾结，构陷韩非先生入狱，念其对大秦有功，寡人罚你50大板。你欠大秦的，要用你这辈子的血汗全马来还。谢大王不杀之恩。带走。你这个贱人，就是你把琉璃珠和毒药送到了韩非先生那儿，诬陷了本宫，害得本宫被贬为4品良人。如今搬出了昭德宫，住到这个连腿都伸不直的地方。你告诉我，是谁买通了你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是不是那个李姬？惠良人，我真的没有做背叛良人的事情，这件事跟厉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在本宫面前替那个妖女辩护？还有，我问你，景良人的死干本宫什么事？为什么他的死也要怪到我头上？我看，就是你害的！你跟那个丽姬一起合起伙来诬陷本宫！今天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住手！哼，怎么？你们今天是串通好了，来这嘲笑本宫的是吧？丽姬，你的阴谋得逞了，你得意了是吧？楚良人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！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贱人！你干嘛？青儿，在。送韩长史回房。诺，你敢？你敢走？楚良人，你应该知道我也是习武之人，我一旦用力的话，我怕你会受不住。你不要再胡闹下去，对你自己没有一点好处。夫人，请喝茶。还疼吗？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多谢夫人关心。若下次楚夫人再让你去她屋里，你便告诉我吧。不劳夫人再费心我的事了，都是我自作自受。
其实，楚良人送我的琉璃珠，明明还在我这儿。是，当初确实是我受了楚良人的指使，利用那封假的家书构陷韩非先生入狱。但是我真的以为大王只是关他几日就好了，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如今，韩非先生已经死了，我再怎么辩驳，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说的了。我最后悔的，还是韩非先生是个好人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会冤死在秦国。韩非先生的死，并非是你一人的责任，你不必太自责了。夫人，怎么了？长史平日可有在房里焚香的习惯？焚香？香料昂贵，这可是位分高的夫人才能做的雅事。长史，怎么可能？师妹，我出宫前，太子丹特意把这个信物给我，让我去找天光先生。师兄，你把这玉佩交给我吧，我来转交给太子殿下。此事总算是了结了。那个楚夫人，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。此次大王降她的位分，饶了她一命，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。师妹，你还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我只是觉得，近来宫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实在是有些奇怪。此话怎讲？韩非先生在牢中服毒自尽，肯定是有心人暗中给了他毒药。最将先生视为眼中钉的，当属构陷他入狱的廷尉大人。所以楚夫人与廷尉大人勾结。然就结果来看，楚夫人和廷尉大人并没有因此事而沾到半点好处。楚夫人还因为此事被贬了位分。可是，若真要说有谁从中得利的话，应该就是昌平君了。可是从头到尾，昌平君都不像是策划之人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有人借楚夫人之手杀了韩非先生。可我还没想明白，在这宫中到底有谁比楚夫人更恨景良人，想要置他于死地。可是，韩非先生和景良人中的不是同一种毒吗？是。但是这就能证明，这一切都是楚夫人干的吗？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我总觉得这背后还隐藏着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。总之，大师兄，你在宫中处事处处要小心，宫中人多口杂。我觉得我们身边可能有躲在暗处的对手。这件事情办得不错。比起那个没脑子的楚良人，应该是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头上。夫人过奖，是夫人神机妙算，兼之以成竹在胸，这件事情才能顺利的完成。妹妹实在是佩服至极。韩长史，
你我不过是互相利用，各取所需。你不需要拍本宫马屁的，本宫答应你的，定会给你。只要你管好自己的嘴巴，本宫是不会亏待的。是，那是当然，还请夫人放心。那个傻子楚良人一定做梦都想不到，是我们把毒药给调包的。他和廷尉一定还在疑惑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？这送给昌平君的毒药，怎么就送进了关押韩非先生的大牢呢？那既然事情已经大功告成，本宫都说了，应允你的定会给你，为你和家人准备的住处，还有黄金3000两。对了，本宫觉得韩国不太安全，你与家人还是在赵国重聚较好。一切本宫都已经安排妥当。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什么？现在还不能出宫吗？这韩非先生刚过世，楚良人刚被贬，你这急匆匆的出宫，不是让所有人都怀疑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先老老实实在宫里待着吧。待这件事情风头过去，大王亦不再追究，到时你再出宫。现如今，你就给家里写封信，报个平安即可。是。公元前233年，樊无机率秦军从上党越太平山攻赵国赤壁、宜安，赵国大将李牧率兵反攻，大败秦军。将军，赵军来势汹汹，将士们死伤惨重，眼下该如何是好？参见大王。李牧领旨。北疆大将军李牧，忠勇善武，屡建功绩，护国有功，特封为武安君，钦此。我瞧瞧。谢大王。来嘛，大王，再吃一个。大王，赵将李牧自从北疆被调回，与邯郸赵军形成合围之势，蒙武无能，未能预判，才会节节败退。我大秦20万将士就此兵败，逾10万败军出逃，这简直是我大秦的奇耻大辱。樊无机呢？让他来见寡人。樊无机他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人在哪儿？回禀大王，樊无机
至今下落不明，恐是战败未遂，不敢反秦。然也只是臣的推测，不敢妄定。什么？臣已经派人下去查探樊无机的下落，如有查获，必定立刻向大王禀报。这个樊无机，胜战自满，败战出逃。王妃寡人如此信重于他。蒙武，臣在。你传令下去，派出5000虎贲军追击他。如若有他的消息，无需请令，当场斩杀。提他的人头来见寡人。大王，樊无机虽然畏罪潜逃，但是他曾经的功劳也在大秦，也是一代名将啊。寡人若要杀个人，还需要经过你同意啊。是臣冒犯了，蒙武立刻去办。严丹，大王，你怎么来了？给大王送荀卿的议兵篇过来，燕丹已经读过了。呈上来。我军大败于赵，樊无机叛秦出逃了。燕丹方才在殿外听见了。樊无机轻敌冒进，损我大秦数十万将士。你说，寡人该不该灭樊氏一族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樊将军历经百战，甚少溃败，突然连败数场，或许真有原因。毕竟打不过可以退，退得好也是合战。樊将军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樊将军败战出逃，故有罪在先。然他曾是战功彪炳之将，在军中颇有威望。若仅因一次战败便祸及家族，燕丹是担忧会动摇当今军心。更何况，眼下樊将军是生是死，无人断言。或他并非畏罪出逃，而是身负重伤，暂时无法反秦罢了。若大王直下株连之罪，此事便再无挽回余地了。燕丹治秦多年，向来不涉我大秦军政。寡人方才只是问问，你为何如此替樊无机说情？你和樊将军之间，莫非颇有私交？你们都下去吧。臣等告退。近日，你父王给寡人送来一封信。太子丹有疾在身，本王思而心切。既燕秦两国交好，素无征战，望太子丹回击。燕丹，这是你指使的吧？你与燕王的关系，寡人又怎会不知？哼！你父王若真关心过你，又怎么会这么多年任由你在秦国不闻不问？你说，寡人何时亏待过你？你若有意反燕，为什么不和寡人商量？
寡人视你如兄如友，你却让最疏远你的燕王来给寡人送帛书，你让我怎么想？你让我如今还待在咸阳，这就是委屈。嬴政，你当明白，无论你我相知多久，你视我如友如兄，你仍是秦国的大王，而我是燕国的太子。咸阳再好，他也不是继承。我不要一辈子做一个异国的质子，我要回燕国，那儿才是我的家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你以为我把你当质子吗？让你陪寡人下棋、骑马、论政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以为是因为你是燕国太子是吧？寡人做的这一切，在你心里，一直都是逢场作戏吗？你不明白，当秦军杀我大燕子民，践踏我燕国的土地和村庄，一次又一次的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就连喜怒也无法表露，哪怕要哭，也得像个窝囊废，躲在被褥里哭。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？你视我如友，我只以为你是杀我军民百姓的敌人；你视我如兄，我却恨不得屠你千万人，好为我大燕子民报仇雪耻。好你个燕丹！好你个燕丹！原来在你心里，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嬴政，你没有错，我也没有错。错只错在我们生在王家。若你非秦王政，城角不会被迫反目；若我非燕太子丹，我也不会身在秦宫，有家归不得。若你、我、程角是平凡人，不过是俗世中三个相遇相知的好兄弟，根本无需相恨相杀。就让我回去吧。燕丹，我告诉你，等到500头马生角，到那个时候再走吧。为时已写了信，明臣现下处境，太子在咸阳无法久留，今日即刻遣人将信送回燕国，连夜快马的话，半月或能到达蓟城。请燕王务必想方设法，尽速让太子殿下离开秦国。太傅，有劳您了。报。太子殿下，魏魏奉大王之命，率队虎贲军来府，人已经到了。虎贲军是。请。魏魏李仲参见太子殿下。突然带一队人马闯进本府，是何用意啊？太子殿下，大王有令，近来城中时有不安，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为护卫太子殿下安危，特派臣率一队虎贲军来守卫太子府。日后所有进出人等，皆由我虎贲军看管。阮清，上来向太子殿下行礼。虎贲军中郎将阮清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日后便由阮统领护卫太子府的安危与进出。太子殿下有什么事，直接吩咐他就是了。大王，这是要软禁本宫的意思吗？太子殿下，臣只是奉命行事，
太子殿下要是没事，微臣先行告退。给燕王的信，怕是送不出去了。君爷，可否行个方便，让老夫把这卷书卷送入宫中，归还厉夫人？魏魏有令，凡是太子府务，无论巨细，皆需查验，除非特例，否则不可出太子府。哎呀，君爷，这可是太子殿下向厉夫人借来的书简，已有月余，老夫担心久未归还，到时候厉夫人要是怪罪的话。是什么书？禀大人，是《诗经》。既是厉夫人之物，末将带你送回宫中便是。啊，那就有劳大人了。报，什么事？虎贲君阮清求见。虎贲君来这儿干什么？请他进来吧。请他进来。诺。虎贲军中郎将统领阮清参见厉夫人。免礼。敢问大人有何事？禀夫人，这是燕太子殿下托微臣归还的书简。太子殿下，夫人借给太子的书简已经都……本宫都忘了。之前太子殿下借了我一卷书简，忘记还，有劳大人给本宫送过来了。那末将便将书简归还。敢问，夫人借给太子殿下的是什么书？我这有好些个书简，之前太子殿下借了一些寻亲，后来又转交给了大王，再然后太子殿下又借了一卷墨子过去，我都给搅糊涂了。哦，看来太子殿下很喜欢夫人借的这本《诗经》，忍不住在你书里做了一些注记，还望夫人莫见怪。这些书简本身就是要结下一些标记，本宫不会见怪的。那末将先退下了。有劳大人了。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上次借的书简不是已经还给大王了吗？青儿，你命人下去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诺。你们都出去吧。诺。燕太子丹给我这个，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？为什么是《诗经》啊？在书而在，羌国著于。太子殿下，我大燕与厉夫人无亲无缘，太子殿下何以相信厉夫人会帮助我们？本宫亦没有实权的把握，只是以为三番两次，厉夫人有许多机会可以向嬴政谗言，但是她却没有这么做。她身手不凡，又聪慧过人，确实是一位奇女子啊。我总有种感觉，在这大秦咸阳，最能理解本宫苦楚的人，就是她了。是吗？
厉夫人到。夫人怎么来了？臣妾参见大王。坐吧。看来大王最近有很多忧心的事啊。大王，真的不打算与燕太子丹言归于好吗？在这宫中，人人都知道，大王跟燕太子丹亲如兄弟。此回争执，想必大王心里不好受吧？当年，寡人13岁即位，吕不韦独掌大权，众朝臣视我如无物，我就像一个傀儡般的君王。唯有每日下朝后，和程角、颜丹一起读书，一起狩猎的时光，才能平复我平日的那份孤寂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被众父责骂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。嬴政，哼，嬴政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了？又不高兴了？我带你去玩，怎么样？我不想去。咱们去抓蛐去吧，很好玩的。我真的不想去。哎呀，走吧，走。颜丹曾对我说：“你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干出什么伟业。”其实这几日，我一直在思考这几句话。看得出来，燕太子丹对大王真的是出于好友的忠心。是啊，颜丹始终对寡人有情有义。但是那天，他对寡人说，他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，为他的子民们报仇雪恨。这好像又是他的肺腑之言。大王，燕太子丹真的没有反燕的余地吗？就像那台阶似的，大王需要有个台阶可以走下来，燕太子丹也需要有个台阶可以走上去。大王，不如大王让燕太子……燕丹不比他的父王。燕王昏庸无道，以致燕国民不聊生。但是燕丹却不一样，他性情刚烈，博学多识。若是寡人轻易放纵他回击，不保证他完全不会就此中兴燕国，联合赵齐。那我大秦一统大业，恐怕会需要更多的年月。丽儿，我再怎么视他如友，可我毕竟还是大秦的王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是王公给太子殿下送的北旨。送进去吧。是。启禀太子殿下，宫中遣人送来北旨。进来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来人特别要奴才转告，这是冀州出产的北旨，已然成熟，请太子殿下当先享用。
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咱们冀州地动从不产纸，这其中必有玄机呀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这是本宫的玉佩。啊！这是厉夫人送来的吗？上回厉夫人被劫出宫，本宫让韩侍卫拿这个玉佩去找田光先生求援。这回本宫有难，厉夫人回赠此玉佩，便说明她已和田光先生取得联系，想方设法救本宫脱秦。厉夫人身为一名女子，竟有如此的胆略，不愧是当年濮阳公孙先生的孙女啊！但是，太子殿下脱秦之事，不比登天还难呐！这句话，真能奏效吗？如今本宫走也是死，留也是死，不如犯险一试吧。田光先生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们先坐下。自从上次韩少侠来访之后，我想你们都已经知道，实际上我就是燕国太子的侧室。所以，如果田光先生有什么地方需要荆轲的帮忙，请直言不讳，否则荆轲会觉得自己做人失败，连先生都不肯委以信任。老夫确有一事相求啊。田光先生，请说。既然荆少侠已经练成了威震天下的虎落剑法，我想请你出手，帮我救一个人。哦，前辈对我恩重如山，晚辈义不容辞。但是此事并不是那么简单啊！我并不是怀疑你的虎落剑法，我只是说这件事情，它不是论武功高低的问题。那是，我想请荆少侠去秦国咸阳城救出至秦的燕太子丹。啊？您的意思是，在霸主秦王的脚下，突破咸阳上万虎贲军的戒备，然后将太子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来？正是。不过，如若有不便，老夫绝无二话，不要勉强。我现在就去。我也一起去，这样一路上也有个照应。别了，兰儿，你大伤初愈，要是有什么意外的话。可是我……兰儿姑娘，兰儿姑娘不必担心。既然老夫请出了荆少侠，我不是毫无准备，届时还有数位燕国的死士相助。在此，田某代太子殿下先谢过荆少侠。先生，日前我收到这封信，是田光先生托人转交给我的。这信上说，师弟要来咸阳。师兄他真的决定要救太子丹了吗？师妹，你怎么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惊讶？因为当初将太子丹被困消息传给田光先生的人，正是我。正如我所料，田光先生他也并没有将此事
告诉师兄。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？燕太子丹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向我求救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？我们也都明白，他必须要回到燕国。如若爷爷地下有知的话，他也一定希望我们这么做。唉，你为何要将自己陷入如此境地？要是被嬴政知道，你可是拿命在赌。因为我知道，大王他软禁太子丹并非是有意的，他能够做出此举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拉不下脸。师兄，你想想，大王他是秦国之尊，如今秦国又是七国之霸，如果他在此时放质子回归母国，天下人又将会如何看待此事？就算是这样，你为何要去搅这趟浑水？燕国与你有何干系？因为我看得出来，大王他其实把燕太子丹当作自己的挚友。其实大王现在去软禁燕太子丹于秦，意义并不是很大。如果说我现在能够帮燕太子丹离秦的话，也算是帮了大王一个忙。我只是不能理解，你到底是为了嬴政，还是为了太子丹？师兄，我爷爷以前常说，我们身为一个侠者，就要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若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危，便不为当为之事，那便不是我。就算你不替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天明考虑。我相信，就算这件事出了什么意外，大王他也不会迁怒于天明。你这么想，会不会他一厢情愿了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哪一件事不是一厢情愿的？好吧，这件事情你别管了，交给我来做。那怎么行呢？太子殿下他是拜托于我，我怎么能够就将这件事情丢给大师兄，自己袖手旁观呢？你我身份不同，若是事情败露了，我可以一走了之，而你呢，身在宫中伴君侧，若是出了差错，这可是欺君大罪。可是师兄，若是此事我不亲力亲为的话，我怕会有更大的危险。更何况，事情就算再怎么发展，大王他也不至于会杀了我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们也没有回头路了。只是此事将师兄一起搅进来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你这是什么话？谁？青儿，青儿，夫人，青儿，你方才去哪儿了？方才青儿想要小姐，所以自己私自离开了一会儿，请夫人恕罪，青儿再也不敢了，青儿错了。好吧，你在这好好守着。怎么？没事，只是觉得我们还是警惕些为好。田先生，啊，金少侠，这回怎么连长剑也不带了？田先生无需担心，荆轲有把握能够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。既然金少侠这么说，老夫当然放心了。
走吧。金大哥，兰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国外风寒料峭，对你身体不好，赶紧进去吧。金大哥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万一，那我就……别担心了，以你金大哥现在的武功，别说去咸阳了，就是下地狱，也能够七进七出，毫发无伤。我知道你现在武功非凡，但是凡事总有意外啊。要是有什么轻忽，轻忽和意外都是胡落剑法的招式，我能给轻忽和意外制敌，就不会被轻忽和意外所伤。别多想了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见你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上路吧。进屋休息吧。兰儿，放心，小心点儿。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心。我相信你一定办得到的。竹林间，落叶光似线，细数着时光的金钱，却转不过早已笃定的晚。谁还在谁心欢？若心不安，不能故作喜欢，红尘是非如烟，识得清你看我目光，也是我割舍明日便是约定之日，的一道伤。如若不能成功反燕，便要客死其无。心追逐它到远方，可谁将谁先忘？怎甘心？大王，先润润嗓吧。李仲寒参求见。臣参见大王。参见大王。免礼。何事求见？大王，虎贲军阮清上报，自入冬以来，太子殿下患病不起，府医也查不出病因，已经卧榻数日不起了。严丹病了。是，臣特前来禀报，是否传太医到府上为太子殿下诊治？李仲，你命阮清严加看管严太子府，这种时候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。臣遵命。大王，要不要臣妾带大王去探病？如今天下人都知道，大王不让严太子单反燕，太子他现在又病了。如若大王不闻不问，天下人必定会议论大王是一个薄情寡恩之人。如若臣妾带大王前去探病，那既有了礼数，也不至于太过。好。韩申，臣在。就由你带一名中尉随夫人前行。微臣遵命。谢大王。没有王命，任何人不得擅入太子房内。
微臣见过厉夫人。厉夫人替大王来探病，这是大王的旨意。恭请厉夫人进房。太子殿下，厉夫人求见。进来吧。太子殿下，本宫听闻您贵体微恙，特来探病。小小风寒而已，就是周身乏力，劳烦夫人探访，燕丹深感亏欠。大王有正事要忙，仍关注太子的病情。大王特要我带他来探望太子，太子不必介怀。既是如此，燕丹就先谢过夫人了。其实今日本宫过来，自太医府带了治病良方给太子殿下。夫人客气了，敢问是什么良方？太子病中思乡心切，本宫想为太子吟唱一首燕国歌谣，以解太子的思乡之情，振奋精神之后，必定会对风寒有所注意。那就有劳夫人了。击鼓起堂，踊跃拥兵，图国城草，我独难行。从孙子中，平陈与宋，不我与归，有心有忠。远处，欲求之，于林之下。什么人？吾乃陆林道直，听说燕太子府有异宝，特来借宝一观。好大的胆子！这里是大秦天子脚下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上！王侍卫，慢去看看。是。太子，接你的人应该已经到了。说实话，本宫并没有十足把握夫人会愿意帮我。身处异乡，思乡之情，太子时时刻刻心系着母国的安危。太子这种心情，我不是不能理解。李夫人对燕丹之恩，今生今世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太子殿下，快请起。师妹，时间紧迫，咱们得快点。太子，快准备行囊吧。夫人，有匪徒闯进了太子府。太子，外边可能有些骚乱，您先留在这儿，我出去看看。什么人胆敢擅闯太子府？保护太子殿下！上！夫人，不妥吧？要是有碍，微臣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本宫自有几分身手，不必你顾虑。再说，就算有奸人入侵，太子府的虎贲军应该可以阻拦。你随本宫出去看看，韩侍卫就留在房中，护卫太子。厉夫人，请务必小心。
通知卫尉。是。禀大王，臣方才得报，今日一帮匪贼闯入燕太子府打劫，太子殿下贵体无恙，仍在房中休养。但是，厉夫人被当作人质，被匪贼劫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韩侍卫已经追击出去，这帮匪贼或许是奔着金银财宝而来，但是为求脱身，可能是临时起意劫走厉夫人的。我咸阳城向来治安严谨，太子府又有虎贲军把守，到底是谁有如此大胆，在我大秦重地撒野？寡人的虎贲军，他们都是废物吗？请大王息怒，这帮匪贼似乎武功甚高，微臣今日不在现场，要详查之后才能得知详情。李忠，臣在，立刻备马。寡人要亲自带回厉夫人。诺。你怎么会出现在燕太子府？这整件事，难道是你筹划的？是。我不想让师兄分心。还好田光先生没有告诉你实情。葫芦剑法，师兄倒是越见精进。爷爷要是看到如今的师兄，肯定会很欣慰的。师妹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？金少侠，田光先生，金少侠，太子殿下，厉夫人，太子殿下，这位是我的另一位师兄荆轲荆少侠，今日多亏有他。荆少侠与燕丹素不相识，却让您赌命相助。燕丹在这里，先谢过荆少侠。啊，太子殿下客气了。若不是田光先生，我金某早已客死秦国荒漠。今日既是先生要金某拔刀相助，自是在所不惜。燕丹何其有幸，能获诸位如此舍命相救。这回若没有厉夫人相助策划，我燕丹此生怕是要老死在秦国了。夫人今日委作人质，本宫担心，若事情败露，您恐怕会受到牵连。太子殿下不必过分担忧，韩侍卫待会儿一定会来带我，他是我们的大师兄，断不可能出卖我们。您放心的回燕国吧。师妹，韩少侠，今日有劳你了。燕丹，谢过韩少侠。太子殿下不必多礼，但是基于职责，我方才让阮清回宫禀报，虎贲军想必很快就追来，你们得赶紧离开此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再过几十里便是函谷关，乃是秦军把守的最后关卡。函谷关向来把守严密，易进难出。太子殿下，我们该上路了。厉夫人，或者您比较愿意我称呼您公孙姑娘？燕丹无以为报，只愿来世若有缘相逢，能让姑娘受我回报。来，快快请起。太子殿下，返燕路途遥远，望太子殿下平安珍重。荆师兄、田光先生，一路上多保重。公孙姑娘，韩少侠，老夫就此别过了。太子殿下，请。不知霓裳暖，只觉北风寒。前世如尘，迷人眼。停！大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匪贼呢？回大王，微臣追至的时候，匪贼已弃夫人而去。因夫人说他无恙，微臣便先将夫人带回来，好让大王安心。已经走了。难道这是个陷阱？韩申，你先带夫人回宫。虎贲军听令，对，即刻去往燕太子府。禀太子殿下，魏魏大人求见。我身体不适，李大人，请先回吧。太子殿下，李仲奉大王之命，特意来探望太子殿下，不知府上今日遭劫，太子殿下是否受惊？丹虽暴病，但所幸大王手下虎贲军英勇无比，托大王之福，丹毫发无损。阮清，太子殿下到底犯的什么毛病？怎么听起来声音都不一样了？听说是风寒，这些日子小的常听到太子殿下咳嗽，兴许是把喉咙咳哑了。太子殿下，大王命李仲来探望太子殿下，臣一定要见太子殿下一面，否则有辱王命，对不住了。不知太子殿下能否把帘子掀起来？满面病容，面黄肌瘦，实在无颜见人呐。李仲只是担心太子殿下，想确认一下太子殿下的身体状况。我身体好得很，太医说了，不消几日便能复原。大王到！大王，臣正想下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冒充燕太子丹？大王果然精明，此事死命一条，请大王降罪。你给我闭嘴！燕太子丹现在人在何处？给我从实招来。寡人能留你全尸。死便死矣，为我大燕全尸与否又有何妨？哼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，关进天牢。今天割一块肉，明天拔一片指甲，将他分1000日凌迟。我看他说是不说。快去！诺。从来都没有活下去的念想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你。好你个燕太子丹，自导自演一出戏，把寡人当猴子耍。李仲，臣在。立刻派虎贲军与精兵，就算翻遍每一片泥土，也要把他给寡人找出来。遵命。阮清。燕太子丹欺瞒大王，被擒出逃。现如今3队虎贲军已出城搜查，然避免军士不识太子丹，我宫中侍卫要先行追至函谷关。函谷关是我秦国第1关，任何人欲往东进，都要行经此关。燕太子欲回燕国，必行经此关。魏魏，那些贼人已逃亡多时，恐怕难以追上。韩侍卫，大可放心，大王早已想到这一点。这是大王亲自铸黑令牌，有此令牌，我们铁骑就能行走大秦官道。4条官道直通函谷关，他们行进速度不及我们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先于他们抵达。大王英明，大王英明，出发。
站住！来者何人？营业出关，可有官书啊？禀大人，小的是领藏之人，今日受托在秦国境内将几位百越丧者领葬回乡啊。我不管你是领葬还是领赏，只要没有官书，统统不准过关。哎呀，大人呐，我们百越有个习俗啊，丧主过世月满之期，得移棺回乡啊，这叫蚀骨葬。若不随俗行之，来世将会为猪为狗啊！由于时间紧迫，没有申请官书，请大人通融。得了吧，这都大半夜的，几副棺材而已，让他们走吧。发行。起！站住！操！操！把头巾统统取下，违令者斩。这是本官持有大王铸黑令牌，特来稽查太子府结案。安神，仔细检查这些人的脸，看看是不是今日的劫匪。怎么样？这些人，并非是今日劫太子府的人。来人，把棺木打开，我要亲自检查。大人，这是先人的遗骸，不能毁坏他们的遗骨啊！如果这样，是大为不敬啊！老人家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
蹲下！动！刺伤我！动！殿下，快出来！走。让开！依我看，你们就不要再追了。我不想杀人。谢谢魏魏大人。要是有缘的话，我会把马还给你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